好，現在已經要接近年底了，即將要新年到來。不過，這個新年被視為是美國史上最貴新年來了嗎？因為在川普的關稅戰之下，現在回力鏢啊，害得美國當地物價狂飆。而且今天要特別關注到，現在美國有710家的美企破產。現在有一個超級流行的名詞叫做斬殺線，輪中產階級的噩夢。今天一起來做關心。新年將至啊，這些美國的民眾現在首先要擔心的就是賬單，他們不斷的收到各種的賬單，所以被叫做史上最貴的新年。答案就是因為川普的高關稅導致呢這個推高了物價，壓縮進口，打亂了整體的供應鏈等等。包括了在今年的聖誕節，我們看到這個進口商品變少的狀況之下，導致亂象叢生，價格失控，商家被迫降價，但是最後被迫這個印刷卡的還是消費者，他們現在債務不斷的累積。有一些重要的數字，我們來看，41%的民眾他們已經表示了減少節日的消費，46%的民眾也說現在東西太貴了，現在的債務越來越高了，百貨的客流量也不斷的減少，但是反倒是二手商品客流量在這個時候竟然暴增了11%，越來越多的美國家庭乾脆都去買二手店，買這些節日的商品。而且呢，是年收入落在超過$75,000以上的家庭，也都是去買二手的商品來送這些節日的商品。這一年下来，可以看到美國最嚴重的3個問題：因為關稅導致物價全面上漲，消費急凍，經濟的信心也都雪崩了。最新民調，超過1半的美國民眾對於未來是感到非常悲觀的。史上最貴新年即將到來嗎？委員怎麼看？美國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物品，大部分都是進口的，所以你川普對於這些東西全面性的課稅，開地圖炮的課稅，那很自然會使進口的物品啊物價上漲，物價上漲，消費品的價格就上漲。我來舉個例子哈，今年啊這個美國的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計算的話，它的物價上漲率是3.0%， 就美國預定的 GDP 經濟成長率是2.0%。換句話說，你經濟成長率扣掉了消費者物價通膨，你的經濟成長率是負的1.0%啦。那這還不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來算 GDP 不太準確，要用 GDP 自己的物價指數，叫 GDP deflator 平減指數。如果用這個來計算的話，美國通貨膨脹率3.7%，是 GDP 成長率2.0%，物價上漲3.7%，表示你是衰退1.7%啊，這是很慘的。所以全部都萬物齊漲，萬物齊漲啊！他說75000塊美元，哦，那很好的待遇啊，台幣200多萬呢，這200多萬的一個家庭哦。還要跑到二手店裡面去消費，在台灣200多萬的收入的家庭哦，是跑到那個信義區啦，那個奢侈品店去買東西啦，差距很遠。那當然，因為它美國稅高，社會安全稅高，然後再加上物價上漲，它只能節衣縮食嘛。那這個都因為關稅造成的。那因為關稅造成的結果呢，東西就太貴，特別是消費品。那你說哦，我石油不貴啊。我聖誕節買石油幹什麼啊？我這個天然氣不貴啊，我聖誕節也不會多用點天然氣啊。所以美國的老百姓這個寶寶痛，心裡痛啊，只有寶寶知道，每個人都很辛苦啊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說，物價上漲，那自然的這個消費者信心就會瓦解啊。那一瓦解的時候，你除了盡量存錢以外，你會信心崩潰，會對未來看不到願景。然後再加上 AI 的熱潮來了以後，中產階級面對了裁員的一個風險，所以每個人都膽戰心驚，害怕掉到斬殺線以下，爬不起來。這斬殺線只有在大陸流行了，美國並不流行，因為它是12月8號在大陸嗶哩嗶哩網站上面出現了一個遊戲軟體啊 ，online game 用的，对，online game 用的名詞，对，好，所以拿出來用啊，就蠻適合的，也蠻貼切的。不過我想這只要說美國最高法院把川普的關稅給推翻了，大概才容易恢復到平靜。否則川普再課下去，稅是課美國老百姓的，沒有課到外面啊。這是川普找幾個腰生式的人再幫他設計這個關稅政策，這個叫什麼？
做法自斃。是好，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關稅戰1年下來，現在已經完全的物價都反映在民眾消費者的身上了。不只是民眾的荷包失血非常辛苦之外，其實企業在美國的企業現在也面臨了一整股的倒閉潮。那也包括剛剛也講到的這個 AI 熱潮的興起，當然也縮減了美國所需要的人力等等。我們來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數字，有關於對於美國企業整體的影響。首先，11月為止，竟然有717家的企業破產，創下了15年來最高數字，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大型公司，半年內申請破產的家數達到17家。製造業的職缺，11月份而已哦，就增發了7萬個。最大關稅苦主現在看起來就是美國製造業，再加上 AI 席捲，美國科技業工程師正在被 AI 大屠殺哦。城市的設計師就業率暴跌了將近30%，等於1/3的工作崗位全部消失。艦長怎麼看這個關稅？本來是要救製造業的。我們這樣講啊，這個斬殺線呢，那當然是從那個剛剛已經講過它的來由了，但是必須要提出的就是這是正確的資料，是從聯準會出來。他講到的就是美國37%的家庭，其實他拿不出400塊美元存款，對，存拿不出來應急。那拿不出來應急之后，那當然還有對應的，例如說摩根大通，他也做過類似的這一種研究，但是他的狀況，他得出來的結果沒有這麼壞，不是只那個37%，但是呢也不容樂觀啊。那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只要家庭裡面一不小心啊被裁員時間過久，或者是家裡的成員有醫療需求的時候，對不起，那就爬不起來，真的变成游民啊。那中國大陸為什麼愛講這件事情？這不意外啊，因為我去年去那個福州去逛這個菜市場，這麼大一顆白菜1塊人民幣。那意思是什麼？意思就是中國大陸它的物價非常低，而且共同富裕。那至於說我們講到說為什麼大型企業開始倒地啊？那這個問題啊，其實從很久以來造成的，因為我們看在疫情之前，大家對於供應鏈的看法都是長鏈。那因為疫情的關係，然後從長鏈改成短鏈，改成短鏈之後呢，那實際上來講，短鏈並沒有什麼不好。可是川普利用關稅想要來打斷中國供應鏈，那結果沒想到啊，中國不退跟那個不跪。結果改變了這個供應鏈的一個方向，原來都是從中國大陸出口到了這一些東南亞的國家，也就是東盟國家做最後的加工，然後輸出到美國。可是當中國大陸的關稅因為川普總統變成 TACO 之後，整個的降下來之後，結果變成了東南亞國家將它的最後一里路回到了中國大陸。再從中國大陸出口，也就是說，當這個供應鏈又再被重整之後呢，大企業它其實是最難適應，它的彈性不足，然後最難適應這樣的狀況的結果就是什麼？先不知倒地。那這一個部分呢，現在我們台灣還沒談這件事情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關稅還不定啊。那到現在為止，大家都不確定結果是什麼，大家都勉強撐着，等到一公布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。到底會有多少的企業願意到美國去投資，付這麼高昂的這一個那個成本，然後還要接受到工會的這個約制，但是會有多少的那個企業願意前進中國大陸？這個是接下來我們需要觀察的。好，所以這一波不知倒地的就是美國的企業，剛剛講的特別是大企業。那其實，在大企業倒塌之下、倒閉之下，現在直接影響到的也有包括許多是高薪族。你不要以為高薪族都沒有受到影響，那高薪族也經歷了美國的斬殺線。等一下，請寬哥特別帶我們來看這個例子，是美國西雅圖一名，他是高薪工程師，他的年薪是45萬美元，換算新台幣達到了1400多萬元，竟然在半年之內，因為他的醫保，還有他去了一次急診，6萬美元得付出來，再加上他的房貸，那他失業，所以他就直接變成流浪漢啊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件事情是，現在有一個統計，年收入落在10萬美元的民眾，大概都只能在平價超市買菜。看
看到美股不斷的狂漲，跟這些都沒有任何的關係嗎？這些榮景都是假的嗎？寬哥怎麼看？我們現在談一下斬殺線哦。什麼叫斬殺線呢？就是你突然間大量的失血，所以你的整個人生突然間完全失去了方向哦。剛思敏有談論到那個美國的45萬高薪的工程師，各位一年收入1000多萬台幣呢，日子應該是有滋有味才對啦。我算給各位聽哈。美國的聯邦稅各地不一，大概落點落在35%左右，所以呢，你的薪水下來的時候，聯邦稅先拿一筆，然後呢，地方稅你在每一個州有不同的地方稅，地方稅再拿一筆，剩下的是你的可支配所得。可是各位，這個可支配所得，美國他們多數的人他們叫做提前消費。什麼叫提前消費呢？未來的錢現在都已經花掉了，所以他們的負債人口非常非常高。那再來，多數的人他都有房貸、有車貸、有社會保險等等的，那這些呢，他們就環環相扣。那當然也不會說那麼狠心，你一失業，你一被裁員之後，他就完全沒有收入，倒沒有。美國他們有非常強大的一個失業保險系統。這個失業保險系統呢，你沒有工作完之後呢，通常在6個月之內呢是尚可支付。各位我們都曉得哦，其實疫情之後，其實很多的美國人他們就習慣領錢，領到後面都發懶了，後面都不去上班了，所以美國他們的缺工是缺得非常非常嚴重的。可是剛才那位工程師呢，他是美國多數人當中，雖然說不是占非常非常高，可是這個很特別。他發生什麼事呢？他先被裁員，房子6個月沒有繳貸款，房子就被拍賣了，車子也被拍賣了。後來他生病的時候呢，前6個月保險仍然會繼續幫你給付，可是後面呢就斷炊了。這個時候美國的醫療非常非常貴，所以剛才思敏才說他有一個6萬塊美金的一個支出。那這幾年美國非常糟糕的是，各位你們曉得嗎？這幾年美國平均以18%，以18%的速度在增加游民的一個速度，所以美國是一個美國2個世界。但最後我要跟各位一個地方做一個簡單的提醒哦。最近全世界的股市，美國如果扣掉了 AI， 美國的實質經濟成長率，各位只有0.3。美國目前的經濟成長率非常非常好哦，接近4%。可是扣掉了 AI， 各位只有0.3。可是現在 AI 很麻煩的是 ，AI 要開始進入所謂的應用期了，所以很多工作會被 AI 給取代。AI 取代完之後，就在美國產生了所謂的裁員潮。所以呢，現在我們去看到股市非常光鮮亮麗，對不對？這時候我們來談細節。在美國。AI 非常非常好，讓美國36%的人都變有錢了。可是最近各位，就在昨天，庫克出來一邊說蘋果很好的時候，請大家多多去買 Nike 球鞋。各位發生什麼事嗎？每個人都要穿鞋，對不對？現在所有的美國的相關鞋類相關、運動相關的股票，各位不是腰斬而已，砍到膝蓋，都剩3成4成。結果你往內仔細去看哦，包括了鞋業、百貨業。自行車、生活相關，各位目前的點位大概都只有過去的40%到50%，也就是說現在是 AI 一枝獨秀，好得不得了。可是，一般平均的人呢沒感覺，所以這再加上物價真的太高。我太太啊，10月份才去美國開了一個會。跟我說，在美國吃一個早餐，隨隨便便吃一個早餐20塊美金，吃一個像樣的西餐，穿着禮服去吃的像樣的西餐，要花超過200塊美金，這個就是美國現在物價的狀況。所以簡單的跟各位說，美國現在的物價就成為了選舉當中最重要的關鍵點。這個也是為什麼川普急得不得了，因為川普已經連續輸了3場的地方型的選舉了。好，謝謝寬哥，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，美中之爭。戰略價值，強權崛起，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